大家好，我是俊谷，我现在是来到广西大钦州了。为什么说是大钦州呢？因为在过去啊，无论是北海还是防城港啊，都是属于钦州管辖下的城市啊。只是后来啊，又分出去了一些城市。那么今天我的计划呢，是要去探访一座历史名人的故居，还有他的墓葬。这个人呢，相当了不得，被称为南疆猛虎，他就是冯子材。那现在我就把车子停在这里，骑着我的小摩托出发。从我停车的地方去到冯子材故居啊，大概是有9公里。骑摩托车的话呢，大概需要17分钟。其实我在2018年的时候呢，就来过一次钦州了。当时给到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呢，就是这座城市啊，对骑摩托车、电动车的人呢是比较友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很多道路啊都设计有摩托车的专用车道。你看，现在我行驶的这条道呢，就是属于摩托车的专用车道了。其实，在广西很多城市，桂林、钦州、柳州，都是有很多电动车、摩托车的。经过这个钦州东站了，我2018年的时候来钦州啊，好像是经过这个站了。现在是过钦江大桥了。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啊，有一种已经融入到了本地居民生活当中来的感觉。到了冯子材故居，哇，门口2个大狮子，还有一副对联啊，大树家生，凌云逝泽。在大门口啊，还有一棵龙眼树，2棵大榕树，凭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了。一进来之后啊，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院子啊。那这个院子呢，其实啊也是他操练士兵的一个小广场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里啊一排呢，总共是有3个大间，每个大间呢又有3个小间，所以说呢，它每一排啊都是有9间，总共呢是有3排，所以呢是被称作3排9。在上空来看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9宫格的形状啊，民族英雄冯子材，上面呢是一个由汉白玉雕刻的雕像。进来这第一间来看一下啊，世受国恩，封妻荫子。前面呢是有2个大石鼓，这是门当，但是上面呢没有护对啊。这里面呢就是他一生事迹的展览了。南疆奇将，据守擎天。这一个展厅呢是戎马生涯，是展示了他是如何投入这个清军的啊。你看他早年呢是非常的艰辛啊，你看还犯过盐，做过木工，还做过渔夫、牛帮，最后呢习武。你看这个好像是在练习咏春拳啊。这是中法战争的作战示意图。你看这里呢就是镇南关了。他一生当中啊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呢就是镇南关大捷。这里面呢就是他的祖堂了，中间呢是一个天井，还放着一个香炉台啊。这个厅堂呢，这中间呢是挂着他的一副遗像，这个时候呢看起来呀就已经非常的瘦了。这边呢是有他的族谱，你看冯子材呢总共是有10个儿子。中间这一排呢和两边的这一排啊，好像并不是互通的。你看第2部分威震南关，往这边走，这里有一个雕塑啊，冯子材呢是手持大刀，看起来非常的英勇。上面呢是写着镇南关，镇南关呢就是现在广西的友谊关。我在这里面呢逛了一圈，却没有看到冯子材的卧室啊。这里面呢所有房间呢都是被用来做展览了。和风甘雨，舒景沁云。现在进来这一间来看一下。这第一间呢，空空如也，
在这里啊，就可以看到冯子材书房，还有会客厅。那这一节呢，应该就是他的会客厅了。这里也是写着贵重文物，那也许呢是珍品啊。这些木材看起来呢也是不简单啊。这一间是他的书房，这后面呢应该是有他的卧室了。果然是啊，中堂还有卧室。这个是中堂，这个卧室呢看起来啊摆设比较简单，一张圆形的桌子，4张凳子，衣柜。这个呢应该是梳妆镜。这个床呢看起来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但做工啊精细。从这一边出来，去后院来看一下。刚刚看了一下冯子材故居的房间总数啊，也就是27间。那相对于他的这个身份地位来说呢，就太小了，因为他毕竟呢是属于1品武将啊。那这里呢就是冯子材故居的后院，这个后院呢还是挺大的。哇，这里面呢是绿树成荫。这中间呢还有一座建筑啊，是游客服务中心了。这里啊还有孔子的一个雕像。在故居的另一边呢还有很多名人塑像呢。这一位是刘永福，刘永福呢也是广西钦州人啊。这一位呢就是冯子材了。冯敏昌、林则徐、邓世昌，甚至还有一尊李小龙的塑像。看完了冯子材故居啊，现在我们去冯子材的墓葬来看看哦，看看这位民族大英雄，清朝的1品武官的墓到底怎么样。从这里导航过去啊，有18公里，骑摩托车的话呢是30分钟。OK， 现在就出发。到了，就是这个位置。这座冯子材墓啊，总共呢是有4个部分组成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墓前300米处啊，原本呢是有一个诰封牌坊，但是呢现在已经被毁掉了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在这个牌坊的旁边呢，还有一处六角亭，也是被毁掉了。那么第3部分呢，就是在这个主墓后方的500米处有一个碑亭，就是在这个方向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再过去找一找啊。那第4部分呢，就是这个主墓。主墓呢，总共是有1200平方啊。可以看到，现在整个墓啊，就是坐落在乡间田野当中了。在墓的前方呢，总共啊是有8根石望柱。有4根呢是高的，你看，还有4根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矮。冯子材墓啊，它是坐北朝南。你看这里呢是有3级拜台，每一级拜台呢都是宽5米、长6米。这个是石马，你看它这个雕刻还是相当的精致啊。只是呢后来啊遭到了一些破坏，比方说这个位置啊是后来补上去的，还有这个马腿啊也是用水泥啊补上去，包括这个踏脚的地方呢也是用水泥补上去。这上方呢就是原来的了，确实啊非常精致美观。在这个位置呢，原本呢是石虎，但是已经没有了。你看对面那一只呢也是没有了。那这一对石虎呢就是被盗了。是什么时间被盗的呢？
在2013年啊，最后呢，因为这个事情呢，抓了5个人，都是被判刑了。这一个是狮子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嘴中的这个圆珠啊。这个圆珠应该是后来啊重新塞进去的。你看，它这里呢是用了钢筋，原本呢这个狮子的牙应该是被敲掉了，所以呢后来啊用钢筋水泥补上去，把这个珠子呢重新做了一个塞进去。这一个是武将，他手上啊是拿着宝剑。这个呢是文官，那这上面呢就是墓冢了。总共是有5对石像生，这个规格啊算是很高的了，只是它的占地面积啊没有那么大，只有1200平方米。它这个墓顶呢是非常有意思啊，它是一个屋檐式的墓顶。上面这一块石头啊，它是一整块石头，宽2米，高度呢有50厘米。那这个呢就是墓碑，在这个墓碑的2旁啊，分别是盘龙石柱，你看，雕刻非常的精美啊。看来这个墓冢呢，也是后来啊经过了多次修缮了，表面上呢用的都是水泥了，还有石灰。但是这个墓碑呢还是原来的，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。我们来讲一讲镇南关大捷的历史背景呢。在1883年，法国啊就进攻了越南，在越南顺化就强迫了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，就是说要让越南啊脱离清朝的这个附属关系，让越南啊成为法国的保护国。那清政府就不干了，所以慈禧太后呢就非常震怒，就下令啊向越南派兵，中法战争啊就开始了。一开始这个中法战争啊，清政府这一边呢就是屡战屡败，那最后呢是换上了冯子材将军，才把这个镇南关啊，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友谊关啊，才收回来。冯子材是被称为晚清最可歌可泣的名将之一啊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他取得了镇南关大捷，很能打。我们打一个比方啊，冯子材啊，把它比喻成是拳头，很硬，很能打，能够打胜仗。但是呢，晚清的政府啊，就像是心脏一样，这个心脏呢生病了，并且呢已经是病入膏肓的状态了。所以说你这个拳头啊，再硬再能打也没有用了。参观完这个主墓之后啊，现在往墓后方500米处走，看能否找到那一处碑亭。在这个位置。看来这里是一个甲板厂啊！哇，一股木头的味道。这就是那一座碑亭了，我们走进来看一下啊。这个碑呢，大概有3米来高啊，下面呢是碧玺碑托。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碑文啊，总共呢是有40个字，全部呢都是被压得很扁啊。所以呢很难看得清楚啊。看一下这另一面，另一面呢就是没有文字。我们来读一下碑文啊。大清告授荣禄大夫、建威将军、太子少保、尚书衔，加义云，其位冯永义公神道。这两边呢是降龙的图案，雕刻呢还是非常精细啊，用的都是花岗岩的材料。现在整座碑亭呢，就是坐落在这个木材工厂的里面了。这就是他们的木材，把它切割成薄薄的一片哦。参观完了冯子材墓以及这座碑亭呢，现在呢，我准备回去我驻车的营地了。OK，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